来吧，新玩具梦星的大无畏，这个应该是目前出的第4款成员黑袭战者。盒子采用的是一种横向的形式啊，外边也直接用实物的照片拍出来的。纸品方面，全彩印刷的说明书，变形的指示还是非常详细的。配件的第2层里有一块地台，它像是一块披萨饼一样，单体可以跟这样支撑人形和飞机形态的展示。当然，5个成员凑齐之后，它可以拼成一个大的圆圈，也是可以把组合形态的大无畏放在上面的。通过这地方的锁扣翻转出来，就可以和其他的地台进行连接了。另外，在每块地台上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灯泡，用枪口的磁铁吸一下。现在很多的第三方都习惯用这种磁吸灯啊，也是打出来一个从下而上射出灯光的效果，摆放起来应该会挺酷的吧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梦星的这一套，不论是单体还是最后合体的一个效果，其实美型这一块是真的不错的。它应该算是那种半原创的风格了，并不向着还原的方面去走，而是用了现代的一种美术风格，再加上这种机械的科幻堆叠感吧，所以呈现出来的效果样子是非常不错的。头雕方面做的还是挺帅的，层次的感觉还有身上的一些细节刻画做的都很棒。包括这一次的用料，我感觉也比前面的厚实了很多。头部球形关节360度旋转，点头抬头稍微有一些幅度，并且脑门里边也有一个磁吸灯，用枪口碰一下，眼睛可以发出蓝光。肩部的可动360度的旋转，稍微避让一下背包的位置。侧平举的话，注意这一块有一个小的装甲，可以稍微的往起提一点点。这一段关节差不多只能折到一个45度左右。好在呢，肩膀里边这里加了一段齿轮关节，这样就可以举平了。二头肌可以360度旋转，手部这里是双段的关节，活动的范围还是挺大的。手腕360度旋转，同时有一个外扩的关节，全指可动手。不过这款玩具在握枪的时候，只是靠手掌这里这么点一个卡孔进行结合，插上去虽然也能卡住啊，但是紧实程度差了些意思。腰部左右可以达到45度的齿轮关节旋转，弯腰关节在这个位置一个巨大的轴，稍微可以活动一些幅度，但是也并不大。裙甲打开，前踢齿轮关节可以踢平，没有问题。后踢也有不错的活动范围，侧踢也是齿轮关节，而且这个齿会感觉更硬一些。大腿根360度旋转，膝盖位置双段的关节，上方这里是一个齿轮，下方这段关节可以联动这个膝盖的装甲。脚踝并没有左右接地，只是用前脚尖来模拟出一个假的接地效果。之前我看就有很多的玩家在反馈说，梦星的这套大无畏啊，设计的其实挺复杂了，尤其对于合体金刚的单体成员来说，做那么复杂的变形结构，其实会让人丧失一些把玩的欲望。帅是帅，但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放一个形态摆在那里展示。但这一回第4款成员腿部的成员推出，我觉得在变形的结构上边进行了不少的优化，这回的变形相对来说是前4款里边最简单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我们先转到后背来，可以把背包的地方全部的解锁开，这个地方的收纳左右2片夹在一起，然后通过这个双关节把它拉下来，腾开更多的空间。接着机头左右包裹的地方打开，双关节这里完全的拉出，背包这里再继续锁开这2块小三角区域，往上立。然后来看胸甲的变形，抠着下方这里掀开，翻出里边的关节，然后左右这里拆松这个扣位，把胸左右的2片拆开，打开前方的盖子。脑袋根部这里是一个双关节，我们拉出来它，同时往上翻，钻过来中间的窟窿，翻上来之后，这块盖板回归，把它收起来，再翻过来，打开左右2片的盖板，
注意根部的双关节，我们刚才拆开的时候，中间是横着锁的2个扣子，现在通过双关节折叠90度，让竖着的这2个扣子跟这样锁上去。从上方看，夹成现在的效果。接着把这2块盖板扣合，锁住。在背包的侧面这里还有一片，把这个零件90度从里边掰出来。这个时候看到中间这里有2个卡孔，挪动脖子后方的关节，让这2块卡到位。上方这里的盖板掀开，再把这个三角区90度折下来。注意根部这里是一个双段关节的滑槽，对满，这里边的扣子插住，然后盖下来，把这里的扣子再插紧。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又是一个滑道，把它压进去。低头的部位拉起来，把里边的这2块旋转卷出来，放好。根部这里的卡扣盖好，对准凹槽，挪上来。这块盖板下方，一个是扣在后方这里的一个锁边儿，另外的一个前方起落架的根部这里还有一个卡槽，对应这个洞，左右全部调好，夹合。扣在一起，所以这也是这块设计麻烦的一个点啊。起落架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就要考虑到，我是要收出来，还是要放进去。上半身我们处理好，接着打开裤衩的位置，把这2片稍微的夹一下，然后找一个空间，旋转个180度，扣到屁股上去，反着包一下这个裙甲。胳膊这一块的变形，先把手掌完全的摊开，然后边缘这一块锁扣的位置打开，整个的掀开，胳膊旋转一下，让二头肌的上方朝内，往肩胛里边折叠，叠到这个空间之后，把这里再打开，双段关节挪开，手掌旋转过来，接着这个关节注意啊，往后尽量的搓动一下。好，备用。然后来看腿部的变形，首先把这一片尾翼打开，这一片的尾翼打开，小腿肚子后方的这一大块整个的抠开，拉松掉。然后我们把这一块脚后跟拉起来，这里往起翘，腿肚子整个拔开，中间的连接点往内折叠，脚踝放下来。脚尖儿往下折叠90度，然后再旋转180度，这样变成一个最小的空间，收到小腿里面去。这块往上立，接着再把这块合并盖起来，扣住，引擎套住它，这块贴合。膝盖甲的位置，我们先掰开上方的齿轮关节。里边的滑道把这里边拖出来，这个轴缩进去。小腿侧面这里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，这里有一个锁边的地方，把它打开，空出来这个凹槽，把根部的轴旋转90度，让这个膝盖甲转到侧面来，这块再盖上，腿部放直。这个时候我们翻到背面，就可以把中间这里所有的尾翼部分打开，注意双关节拉开以后啊，根部这里还是有滑道的，对准卡扣，把它拼合起来，然后立起来。这块双关节打开，注意从根部这里进行旋转，然后翻折。上面这里整体立起来，再旋转180度，盖板盖到前方去。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双关节折叠，把这一块放下去，然后左右对插的时候，上方这2个板子进行套合，扣在一起，双腿中间所有的卡扣插住，把背部整体的这块板结合起来，然后带有尾翼的这一节双关节拉下来，注意这一块的旋转到位以后，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槽，对准。扣合，把这一块完全的锁在边缘，垂直尾翼
双关节搓过来，对准下方的卡槽。水平尾翼下方这里有一个挂钩，翻折上来，把它挂住。接着从这面看，刚才我们折叠出来避让的胳膊，从根部齿轮关节折下来，注意这里的卡扣对应腰上的这个眼儿，手腕上的卡扣对应这个眼儿，折下去，完全的贴合，手掌是呈现摊开的一个姿态。接着把这一块双关节往后折，膝盖夹卡上，把所有的手指全部垫在了这个空间里。小臂的板子折叠过来，上方这里双关节把它拉长。注意在中间结合的时候，一片落一片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两片夹合固定起来，把中间的位置锁住，再进行同时的下压。好，这样就结合起来了。最后翅膀的结合就是最简单的了，整个把这里边的折叠片全部拉出来，每一个双段关节啊都是有滑道的，注意这些扣眼扣上以后，双段关节再往里缩一下，扣过来，夹合，然后把这里的扣子插过来，90度往过翻折，这里边再挂上。翅膀根部的双关节往下拉，倒是这个杆子也是合金的啊，不用担心损坏。对准，就可以把枪通过横着的这个卡扣插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后起落架翻折起来。其实明显的感觉出来，这款在变形的过程中已经简单了很多了呀，包括最后的机型完成度也是非常高的，还原度可以的。侧面来看，机腹的下方也并不会显得很厚啊，暴露的零件并不多。从这边看，可能也就是肩膀的两个零件稍微的露着一些啊，腿部这一块的过渡曲线都做得很好，全身银漆的涂装效果啊，亮闪闪的。很不错，包括飞机背部整个的密合，扣点还是非常准，模具精度会很高啊。但是也因为变形结构啊，分件分的有一些多，所以导致背后密密麻麻的轴。驾驶舱采用透明零件，打开，里边还有驾驶室仪表盘座位的刻画。机鼻尖的这一块是一个合金的零件。尾部来看，引擎也有不错的刻画。总的来说吧，我觉得机型和人形两个形态保证的都挺不错，人形很帅，飞机形态也能做个7788。同时，这一款的做工，我觉得比前几款有很大的提升啊。首先，这一款因为变形简单，身上没有那么多危险的小片片，主要的这些板件也比之前的这些成员要厚实了很多，在关键的受力位置也采用了合金零件来支撑。唯一可能让我觉得有一点不爽的就是这前起落架，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就要考虑到它的一个收纳。这款变合体模式其实也是异常简单的，我们把这一块前方的机翼先卸开，然后顺着这个根部旋转个180度，扭过来。注意它只能从一个方向转，这里是有锁扣的。接着我们把机翼从这里拆分一节，再从这里拆分一节，卸松。副油箱的头旋转180度。这里插扣固定，这一块原先的边缘是要锁住的，我们只翻折这一片，挪上来以后，副油箱这里有一个卡扣，跟这里定位，然后把翅膀双关节折过来，对应的卡扣，这一面的卡扣插上，夹合，把翅膀变成这样的效果就好了。下半节尾翼的变形。先把垂直尾翼卸松折开，水平尾翼打开，旋转180度挪上来，然后根部这里啊稍微的拆松一点点，我们把这块垂直尾翼的根部卸松，完全的抠松，从这个地方的转轴往内转一个90度，接着双关节往这边贴，下方这里再扣合。
这个双关节尽量的往下搓动，把这里定好位置，然后垂直尾翼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扣点，把它插上，这两段折过来，把这里再扣上。水平尾翼翻折上来，这里的扣眼再锁上。上面的拆分，我们还是先要抠开这个地方的小三角区域，反折过来，注意中间这里是有卡槽的，先把它定个位置，然后机头下方起落架的舱盖打开，这一块继续的一卷、两卷收回去，整个的卸开，上方这里拆松。脖子拔出来，把这两侧的边儿夹住，注意这个插扣的边缘和腰上这里的锁眼进行固定。最后机头侧面这里盖板再扣合，根部这里这个盖子的下方梯形的滑槽连接的就是大腿的组合部件了。组合上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盖子锁上它。通过这个双关节以及驾驶舱顶盖的卡扣和这里再进行结合。好了，这款的组合形态就搞定了。说起来是个小腿啊，其实就是团吧变了一个方棒子。上边这里连接大腿的地方，下方这里用那小车组成大脚往上一插。尺寸方面确实是不小的啊，单看这条小腿也是够壮观的了。所以这套梦星的大无畏最终组合起来的效果应该也是非常带感的，再加上美型度非常漂亮的刻画以及银闪闪的这种漆面效果。可惜啊，前面的几款成员并没有这个的素质高啊。还是之前的观点，我觉得所有的做工，包括用料材质、设计的把玩方便程度来看，这条腿部的成员都是目前来说最高的水准了，相当的不错啊！而且玩起来利利索索、整整齐齐，并没有特别累赘、特别绊手的现象出现。所以这一款的总结，目前梦星家出的这些产品里边最高水准的一款飞机，就算不合体，单独拿出来把它当成一个变成飞机的玩具来玩的话，也是相当不错的一款。但毕竟它最后还是要合体的嘛，所以在腿部做成了这种稳定的结构以及厚实的材料，可能也是为了支撑的强度考虑的吧。所以这一款黑袭战者就是这样了。